大家好，我是妙蛙种子王小米，好久不见啦！我之前有出过一个视频呢，是如何链接高我，里面有大概讲解过一下关于身心灵的一些我的理解。但是最近我通过听一些新的视频啊，还有一些书籍，就是特别是国外的一些灵性修行的老师他们的讲解，我有了更深层次的一些认知，所以想要把我的这个认知分享给大家。首先呢，就是我觉得我们在这个三维的这个体验，无论我们去如何选择我们这个人生里面要选择的东西，其实它最后控制或者是掌握这个方向的都是我们的灵魂。就是无论我们怎么去选，其实在这个过程里面，灵魂它有自己的蓝图，都是还是在这个灵魂计划的这个蓝图之内再去做这个选择。所以灵魂呢才是最后的这个大 boss。 然后最近有一个比喻我自己想到的，还有包括我在国外的一些视频上有听到，我觉得非常有意思，想分享给大家来讲解这个身心灵的这个关系。就是我们把我们在三维的这个经历看作是一辆在行驶途中的车，那么我们的灵就是我们的灵魂，它就是这个车里面的这位司机。就像我之前说，他是这个主人公，他是掌握这个方向的，他是这位老司机，他知道该往哪里走，他知道他的选择是什么样。所谓的自由意志，其实也是我们灵魂的自由意志，而不是我们这个小我的自由意志，这个脑子的自由意志，不是这么回事儿。然后我们的身就是这个肉体呢，就是这辆车的这个外形，比如说它外观是什么样子的，什么颜色的，好不好看，然后是大概外形有一些什么特点，都是这个身。这个身的作用呢，就是像一辆车一样，它能够带我们去到我们想要到达的目的地，去完成这些体验和经历。其次呢，就是心呢其实有一点混淆的地方，因为在英语里面的就是身心灵心这块，它翻译的是 mind， 但是 mind 的话很容易就去想到是头脑嘛。其实心这一块它是非常复杂的一个部分，它里面的确是包括头脑，等会我会说到。但是心就是这个 mind， 它其实指的是我们的整个情绪体，我们的这个星光体，我们的潜意识。它就像一个储蓄卡，里面包含了各种各样的潜意识里面累世积累下来的我们的一些认知，我们的一些思想行为，甚至是可能我们可以惯性在重复的一种行为，还有一些思想的一些pattern， 就是你可以看到大概有一个这样的模式，就是我们的心。然后它里面情绪体嘛，就是所有的情绪啊，经常比如说是你自己都不知道你为什么会有这个情绪，它可能是处于在你的潜意识的一个层面，就是这个很大的储存卡，它里面有储存了这样子的情绪，它不一定是来自于你这一世的，它可能是你前世经历里面留下来的。所以心它是一个很复杂的东西，但是心在这个行驶的过程，它主要的一个意图就是一辆车嘛，要行驶的话，不仅要有这个司机，要有这个外观的这个车，它还要有汽油嘛。所以这个燃料就是心，它是能够带动着这个老司机还有这个身体去运作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部分，身心灵。然后再说一下头脑小我也是在灵性修行里面，我们大家都是非常想要去驯服的一个东西。小我在这个车的过程里面是什么呢？它就很像是一个坐在副驾的小孩子，它也有一个方向盘但是它那个方向盘呢是个假的，就是你可能大家会知道有些小孩子他会有一个玩具的那种方向盘，也可以扭来扭去的，对吧？这就是小我它就是也是附着在这个 mind 上面的一层，在英语里面叫 ego， 它就是我们的一个在这一世投生，还有我们的这个角色的一个角色的设置，或者说是一个定义。比如说是你的头衔是什么，对吧？你可能是一个科学家，你是一个企业家，你是一个老师，然后在家庭的这个结构里面，你是母亲，是父亲，是孩子。还有就是我们的性格特征，就是说白了就是不同的面具，这个就是我们的小我，我们的 ego。然后它是相当于代表了
头脑这一层唯物主义的这一层东西，这是我们的小我。这就是小我。小我呢有这个方向盘，但是它是一个玩具的方向盘，所以小我呢它老是想要去掌控这辆车行驶的方向，他以为他有这个掌控权，他以为他知道所有这些路该怎么走，应该去哪里，哪一条路是最好的选择，其实都是他的幻，都是他自认为的一场幻。小我自己以为他是主人公，他有这个掌控权，其实 no， 根本不是这个样子的。然后这个小孩子呢，他还有个很烦的地方，就是我们的小我，他在这个行驶的过程里面其实是能够经常造成很多干扰的。因为小我他想要有掌控权嘛，他就老想要我要这辆车往左走往右走，但是如果这个车到时候背道而驰，没有跟小我想要的这个方向去走的话，小我会怎么样？小我会很生气嘛，就会很撕扯，就是我们经常能够感觉到身心灵之间的撕扯，很多时候就是这个小我在里面搞的这个事情就很撕扯，然后就觉得我明明是可以有这个掌控权的，为什么老天不公平啊？为什么这个我想要这样就偏不给我这样，对吧？这是我们经常小我来自于小我的这个呐喊。他就是成天骂骂咧咧，然后很容易抱怨，然后就是那种一哭二闹三上吊，整个过程里面行驶的过程很聒噪，然后老是就是这不高兴那也不高兴的，因为什么事情他都想要往他的方向去走，但是其实他选择的方向可能并不是真一个对的方向。所以我们灵性修行的目的呢是什么？其实就是驾驭我们的小我，让我们驯服我们的小我，安抚我们的小我，让它能够为我们所用，就是不再有这个幻觉，觉得我才是主人公，我才是有掌控权的，这不是真的，对吧？因为真的老司机还坐在那儿，是我们的灵魂。在驯服小我的这个过程里面呢，其实小我如果能够好好去运用，它会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工具，就像我们的手一样，对吧？你要用手的时候，你就可以用你的手；不用的时候，你就放下。那小我这个头脑也是一样的东西，它在不用的时候，我们是可以把它放下的。但是因为我们长时间在这个矩阵生活所培养的这种习惯也好，我们长时间的这些耳濡目染也好，我们已经脑子已经停不下来了，可以说是很多时候连睡觉的时候可能脑子都还在动，都让我们寝食难安。但是其实应该它是一个工具的，需要用它的时候拿出来用一用。小我的有个特点呢，就是它非常的有这个能力去做规划、去分析、去组织，所以如果是能够把它为之所用的话，它是可以去辅佐灵魂，能够在这个行驶过程中可能帮灵魂就是寻找到最有效的、最快速的捷径到达目的地，然后能够同时在这个行驶的过程里面不要吵吵闹闹，可以让这个过程能够继续保持本身的这种应该有的平静和喜悦，然后就是一个去经历去好玩，对吧？就是一个去游戏的一个心态。但是小我如果他不高兴的话，他可能就会把这个整个过程弄得很不安、很焦躁，然后甚至很痛苦、很挣扎。其实根本不需要这样子，不需要加那么多戏的，对吧？所以这就是我们修行的目的，就是驾驭我们的小我，让我们的小我最后能够为之所用，变成它本身工具的形态，而不是就是反客为主。让他自以为自己他是有控制权的，并且可以掌控这个方向，他以为他自己什么都知道的。然后最后说一下在修行里面最近的一些新的感悟因为我觉得我们从开始接触灵性，很多人都会进入一个圈子，就是说我要去疗愈我的业力，我要去疗愈我的内在小孩，我要去释放这些累世的恐惧，还有包括我以前也出过一个视频叫做疗愈灵魂碎片其实我现在要更正一点，不是疗愈的不是灵魂碎片，而还是我们的这个心，就是 mind 这个部分的星光体，或者说是情绪体这个部分的碎片。就是它在我们要来地球去经历的时候，我们不仅有这个身体，还有这个情绪体要去承载这个我们的情绪，我们的这些潜意识里面的东西，它需要有这一层
存在，但是它并不是真的我们的自己，我们的自己是这个老司机灵魂，对吧？或者说是我们本身的这个本源的这个意识。所以就是说，在做这些星光体的清理的过程里面，它有用吗？是有用的，因为如果说是你有太厚重的业力，然后有很多就是很深重的这种情绪，可能你一想到什么，你想要去想什么东西的时候，马上就被情绪淹没了，那也会就是妨碍你能够听到你自己内心深处的真正的声音。就是把它清理的变得轻盈也好，变得就是卸下那些不需要的这些负担，还有让它变得更通透也好，其实它的目的只是说让我们本身这个本源，我们自信本性的这个灵魂的光能够更容易照射出来，能够让我们离我们的灵魂更近。另外一个国外的老师有形容过一个例子，我觉得也挺好的，就是他说，比如说我们要去外太空去体验，我们作为宇航员，我们不是要穿那个宇航服嘛？所以就是这个我们的星光体也好，情绪体啊，这些身体，它就是那个宇航服的那个部分。但是具体的人还是在宇航服后面的这个人，才是真的这个角色，才是他的本性，就是我们的灵魂。所以说是清理这些内在小孩啊，什么业力啊，然后疗愈啊这些。它大多数都还是在这个宇航服上面去做工作。当然，你如果把宇航服能够清理得很好它不会有那么多的厚重的负担，那肯定会让你的这个外太空的这个体验，如果你把它就是相当于把它提高到更有档次更好的科技，那肯定是能够让这个体验更好的。但是它就有一点要明白，它不是真正的你，它只是一个工具和它的一个载体，但真正的你是在后面的这个宇航员。所以我觉得在灵性修行里面，有些时候不要进入一种怪圈，就觉得我是怎么说，我是不完整的，我有好多这些碎片，我有好多这些问题，很多创伤，我要花很多时间去做这些疗愈，怎么疗愈都疗愈不完，已经好多年了，这样子就不要在那里面绕圈圈。到一定的时候，你要能够明白，修行的目的其实是让我们能够回到我们灵魂本身的状态。我们本身灵魂的状态，它就是圆满富足它所谓的我本具足说的是这个灵魂，而不是跟这些星光体有关的。所以就是如果花很多时间和精力在这个星光体上，到一定的时候应该要有这个意识，就是它不是你，它可以帮助你更快的跟你真正的自己能够在一起，能够感受到你自己，但是它不是真正的你，它只是一个载体和工具。所以就是说，不要进入到一个误区去不停的在这个里面钻牛角尖，到一定的时候还是应该要明白，就是说我们自己是真正的意识。任何时候你觉得你有被这些情绪业力所困扰的时候，跳出来，回到自己灵魂的状态，回到造物者，回到源头，回到这个编剧的状态去看一切。所有的这些星光体所承载的东西也好，你的小我也好，他们都是这个剧本里面需要的一个角色的设定，但它不是真正的坐在后面编程的真正的老司机。就像刚才我说的那辆车里面，永远都是你的灵魂。所谓的这个车的外形也好，这些燃料也好，甚至是那个假的小我也好他们都不是你。不要把这个当作是真正的你自己。